熊猫美兰的一生究竟有多抓马？眼前这只被妈妈暴揍的小熊，就是花花萌兰的老爹美兰。本以为美兰作为伦伦妈妈的头胎，从小在爱里长大，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，没曾想调皮时也会被老妈甩到逼斗。不服气的美兰扑过去咬妈妈头套，结果反过来被伦伦拽到了地上。原本嚣张的她都摔懵懂了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不过伦伦妈的确是手下留情了，毕竟她教育喜兰都是直接过肩摔。要说美兰的熊生有多抓马，那必须要从出生时被误认成女孩开始。4岁回国后，基地为了她的终身大事，一口气安排了8只帅气男熊与其相亲。结果美兰对人家丝毫不感兴趣，连吼带叫的将男熊通通赶走。专家觉得事出蹊跷，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给美兰做了检查。而这一检查才发现她竟然是男娃，只是可怜了一件美兰误终身的舞衣，从此封心所爱成了绝情谷谷主。哪曾想作为当事熊的美兰非但没有悔改，还一扭头娶了7个老婆，生了23个娃。据说因为美兰相亲时动作比较慢，7个老婆中只有7福没揍过她。小时候被妈妈揍，长大被老婆揍也就罢了，更要命的是她还被继子修理过。当初留学归来的美兰听说公仔不好惹，不信邪的她特意翻过墙头去挑衅对方，结果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成了嗷嗷叫。据说公仔摁着未来继父的头揍了一下午，奶爸奶妈用尽各种办法劝也不管用，最后还是公仔打累了才放走了他。感觉美兰半夜睡觉都得坐起来懊悔，好好的去惹西区战神干啥？不得不感叹美兰大姐熊生还真丰富，各种奇葩事都被她遇上了。前2天美兰刚过完18岁生日，饲养员准备了冰蛋糕、果盘和南瓜怪兽。美男子一出场简直满屏的大长腿，看来花花是一点没遗传到父母的长腿基因。不过父女俩的性格都是慢吞吞的，吃东西不紧不慢，温文尔雅，看上去真的很乖，很想上手弱一把。此外美兰的心眼也比花花多了一点点，当饲养员递来她不喜欢的窝窝头时，美兰一巴掌将窝头拍地上，随后啃脚，仿佛在说脚丫子都比窝头好吃。当炫饭的美兰听到异常的声音后，本以为他会像其他小熊那样迅速跑开，没曾想这小子直接转身躺下睡觉了，内心 OS 跑，我被继子打的时候都没跑。终于明白美兰的孩子为何个个会整活，原来他们老爹就是一个超大显眼包。奶爸把他放心上，他把奶爸挂网上。国宝大熊猫究竟是什么坑爹小宝贝？只见外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别的小熊都回家了全运，却越玩越疯，直接窜上树脚踩细枝疯狂蹦迪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随后不过瘾的全运又耍起了杂技，咬住树枝后双手放开试图悬在空中，结果雨天树滑直接摔了个4脚朝天，只能说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要不是猫粉都知道全运一直很疯，估计奶爸能在网上死800回。都知道袁小曾因腿部受伤做了手术，脱毛裤的黑历史至今在网上广为流传，而他改名为乐水，隐姓埋名去青岛打工后，奶爸直接把这小子宠上了天。可由于体重直逼300斤，爬树都费劲，奶爸只好狠心断了袁小最爱的笋笋。这小子趴在窗下索要无果后崩溃，决定吃草卖惨，利用舆论给奶爸施压。就是说袁小这个体型卖惨还挺难的，当美女私家的玩具球忘记收回去，和冰水结结实实冻在一块后，原本性格温柔娴静的私家气炸了，站起来就给了空气一套组合拳。或许是为了报复奶爸奶妈的失职，私家随后扭头跑到距离观众近的地方，可怜巴巴的往嘴里塞冰块吃。就是说私家怕不是跟显眼包灵颜取过经。要知道胖妍为了让奶爸死网上，不仅在吃剩的笋皮中扒拉残渣，还故意在寒冬腊月天吃冰充饥，逼得奶爸不得不录制视频自证清白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不得不说，滚滚的为了拿捏奶爸，可真是个显神通。当初喜兰回国后不认识笋笋，几次从竹笋面前掠过都没认出这玩意，最后饿到蹲在笋堆面前啃草卖惨。不过当喜兰品尝过家乡笋的美味后，这小子连自产的笋味青团都不放过。要不说喜兰和美兰是亲兄弟呢，兄弟俩都好这一口。而海底捞家大少爷捞捞因干饭速度太快，就像8辈子没吃过笋笋似的，吓得奶妈赶紧开直播澄清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澄清，老子你再这样，我都要被网暴了。别这样，求你，祝我的奶在神域，祝我的奶在神域。只能说这小子完全不顾奶妈死活，感觉花花还没咬开笋皮，捞捞就已经炫完拍屁股走熊了。而勇勇的头号大胖闺女囡囡，因为实在太胖影响了健康，奶爸便制定了详细的减肥计划。可没曾想囡囡为了一口吃的，直接跪在小卖部前讨要美味笋笋。甚至饿急眼的他还啃墙上的青苔吃，这操作把饲养员吓得直打哆嗦。我勒个乖乖，这是要让我死网上！只能说当大熊猫的饲养员还蛮辛苦，每天都要提防被熊孩子挂网上。看到长隆花100万为萌酷帅庆祝生日，才明白他们宠孩子有多豪横。去年帅帅的生日礼物是10米龙舟，今年奶爸直接安排上一台造价30万、会旋转及升降的马卡龙配色咖啡杯。龙舟和酷酷的茶楼则由外甥龙仔继承。
虽然咖啡杯转起来令游客都眼晕，但帅帅则始终淡定地坐在上面，吃着比自己还高的生日蛋糕。看得出他对这种大场面早已司空见惯。当蒙兰还在幻想骑着木马征战四方时，酷酷早在去年就拥有了思雄定制火车，还是能360度展示拉式角度的那种。据说造价30万，并设置了4个站点，足不出户体验铁定直达拉萨。今年则是将火车头改造成茶壶，场地中间还建造了一座童话城堡。生日当天，酷酷就悠闲地坐在火车上，大口享用旁边的豪华果蔬蛋糕。而大姐萌萌因为还在坐月子，只能遗憾缺席生日 party。不过生日礼物还是必须要有的，据说是可以跟游客互动的音乐喷泉。可见熊孩子们无论多大，就算当了妈妈，在奶爸奶妈心里依旧是个可爱宝宝。不仅如此，长隆恨不能让全世界都来给他们的3宝贝庆祝10岁生日。不仅提前1周邀请明星录制祝福视频，当天还邀请李斯丹妮、高瀚宇、齐思钧等人一同参加萌酷帅的10周岁生日派对。就是说，这放眼整个娱乐圈都是相当炸裂。其实长隆的熊猫不仅生日格外豪华，日常生活更是令其他小熊羡慕不来。炎炎夏日，别的小熊都争抢冰块降温，长隆熊猫已经享受起了造价10几万的冰床，躺在冰床上睡觉时偶尔还能修个仙，并且每只小熊的冰床还不止1台。哪怕帅帅闲着无聊把冰床拆了，奶爸也只会含泪夸好蛋儿干得漂亮。就是说，长隆你这么卷不要命。平日滚滚们的下午茶也是花样百出，有时还能吃着秘制生蚝搭配啤酒，闲来无事还能和3两好友聚一起打麻将。奶爸甚至手工制作了直升飞机大潜艇，并且饲养员还会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，今天学舞蹈，明天学摄影，后天开演唱会。就是说，简直活成了所有大熊猫的梦想。很难想象当妹猪过1周岁生日时，长隆会给宝贝举办何等盛大的聚会。毕竟自妹猪出生后，官方就恨不得昭告天下，不仅在地铁站的 LED 屏上放满宣传海报，官方账号更是恨不得每天更新800个视频，并且长隆还主打与游客们同喜同乐，派发了坐月子必备的猪脚姜和红鸡蛋，豪华满月宴更是让姨们垂涎欲滴。只能说长隆才是熊猫界宠娃天花板吧。看到旅居比利时的熊猫好好主动给饲养员看刚出生的幼崽，才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分国界。这是7岁的好好第一次当妈妈，没有经验的她面对幼崽手足无措，小心翼翼尝试几次后才终于抱起孩子，动作轻柔到仿佛在触碰1岁的珍宝。看着新生命诞生的这一幕，产房外的奶爸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奶妈刘洋则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但由于好好抱娃姿势不对，幼崽自出生起一直没能吃上母乳，饿得嗷嗷大哭，不停在怀里挣扎。或许是感受到奶爸奶妈们的担忧，好好突然叼起宝宝，认真跟对方展示，用自己的方式告诉饲养员不必担心。可见他们之间从来都是双向奔赴。等到好好和幼崽都平静下来后，饲养员商量后决定给宝宝做体检。为了转移好好的注意力并补充体力，奶妈还特地准备了她最爱的蜂蜜。因为足够被爱，所以选择相信。看着逐渐靠近的奶爸奶妈，怀抱幼崽的好好没有任何攻击行为，甚至主动放手让奶爸扶着吃奶的幼崽，自己则乖乖舔舐着奶妈手上的蜂蜜，好吃到耳朵都快要起飞了。随后奶爸把幼崽从好好怀里拿走，全身体检后，一个喂奶一个负责录像，好好则在产房里不慌不忙地等孩子归来。他相信奶爸奶妈绝对不会伤害宝宝。之后奶爸需要给仔仔做体检时，仅用1根笋笋就能顺利完成交易。而看着奶爸拿着幼崽飞速逃跑的背影，好好只想说慢点慢点，又不会吃了你，足以可见好好究竟有多信任对方。等到3年后好好生2胎的时候，奶爸更是毫无防备地出现在他身边，用无声的陪伴给予好好莫大的力量。可以说好好和饲养员之间的感情是跨越物种的相互信任，彼此牵挂。虽然比利时鲜少在镜头前进行宣传，但他们对熊猫的爱不比任何人少。当年天堂动物园为了让好好和星辉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，特地聘请中国和本地的建筑团队，斥巨资800万欧元打造了中式熊猫馆，外场完全按四川基地的样子建造，猫爬架、假山、大树，各种丰容应有尽有。内场则是根据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精心打造而成的巨大洞穴，冬暖夏凉。据说常年温度在10到20度之间，担心游客太多会打扰好好一家，园方还直接限制进园游客的数量，以至于好好和星辉明明是来打工的，却硬生生被宠成了公主王子。不得不说，爱从来不分国籍，而所有真心爱护大熊猫的人都值得我们的尊重。